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3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题目是关于抖音 TikTok 前景的 Q&A 现在大家还是很关注这个 TikTok， 就是抖音抖音的前景到底会怎么样？情况变化很快就是说不断的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还是想把这个 TikTok 就是抖音的这个情况跟大家梳理一下，大家能够了解现在最新的情况我们从猴子变人开始讲先说抖音，先说这个 TikTok TikTok 呢实际上是抖音的国际版那么抖音在2018年收购了一家美国公司叫 Musical.ly Musical.ly Musical.ly其实这是一个美国的公司这家美国公司其实也是一个中国人创办的那么这个抖音的母公司叫北京字节跳动北京字节跳动把这个 Musical.ly 收购了以后，把它改造成为抖音国际版。那么抖音国际版就叫什么呢？叫 TikTok 它是一个这样的关系那么为什么 TikTok 会有问题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当然一切的原因基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这个 TikTok 的母公司是一家中国的公司，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个川普总统开始在中国问题上开始越来越关注那么采取一些措施这是两个因素。但是呢，之前呢，这个白宫呢曾经烧了一把火烧得很猛，就是准备像印度那样对付来自中国的手机 App 那么当然这个一把火烧完之后呢，这个焦点就落在了谁呢？落在了 TikTok 身上TikTok 身上呢，就于是呢，所有的事情都由 TikTok 来发生那么川普总统认识 TikTok 呢，其实是蛮早的在6月份6月份已经认识 TikTok哪件事情呢？就是6月20号，川普总统举行了第一场这个大选，今年这美国大选的这个造势活动那么6月20号，在俄克拉荷马的这个Tulsa 就是图尔萨，就是进行他的首场的这个造势活动。当时这个场地有19000人的这样的场地。本来呢，这是一个第一场造势活动，而且这个位置又很敏感。其实，川普的团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风险，因为大家知道图尔萨的这个敏感的位置那么本来是希望有一个这个声势浩大的一场首场这个造势但是呢，结果呢，这场19000人的场地只来了6200人。这个场地很尴尬，很空寥寥。这个川普总统这个大发雷霆，就搞什么鬼？出现什么情况？后来一查之下，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有人在 TikTok 上面做视频，做动员，要大家去领票，领这个造势活动的票，但是不参加。结果是什么？结果19000人的场地就只来了6000人，这1/3只来了1/3还没坐满1/3不到那这个场地真的是不好看，非常不好看。所以川普总统这个造势活动第一炮就打哑了，这就是川普总统最早认识这个 TikTok 的这件事情那么为什么川普总统会警惕 TikTok 呢？那么当然，这个川普的幕僚也好，白宫的官员也好，包括川普本人也好，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 TikTok 在威胁美国公民的信息外泄因为它会把数据呢传给中国那么这是个原因
这毫无疑问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公民的信息会泄露因为它是一家中国公司。虽然这个 TikTok 说我的资料美国公民的资料不会放在中国，我会放在美国，放到美国就不会泄露吗？这是什么逻辑所以但是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理论上如果说 TikTok 会泄露美国公民的信息的话，理论上所有的中国的 App 都会泄露美国公民的信息。为什么？因为你不管资料放在哪里，他只要调用这个资料，他就能够泄露他的资料，对不对？所以但是川普你看到现在为止，川普只盯着 TikTok 当然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报仇托尔杀这件事情，你说对川普影响有多大？对于川普来说，在现在对于川普总统来说谁阻拦他迈向下一个任期，那阻拦他迈向下一个任期都是他的敌人那么 TikTok 在这件事情上肯定负有不可饶恕的罪名所以川普总统一定要对付他，因为他搞坏了他第一场造势大会这是报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可以通过 TikTok 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 TikTok 是有能力影响总统选情的，对吗？你想想看，他在上面发动一场运动，就可以让他19000人的这个场地只来6200人，什么情况？所以 TikTok 绝对是有能力影响这选民的。为什么？他可以发放各种信息这种信息的能力，发放各种信息影响选民情绪的能力，那是没有疑问的而且他又没有底线中国的企业没有底线这是第一个，而且他还受网信办的控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白宫对其他的来自中国的手机 APP 下不下手，川普都会对 TikTok 下手，这一定没有任何疑问。所以TikTok 这件事情肯定是会发生的，就是怎么去办的问题这是第二个Q2 Q3 川普总统的权力边界在哪里？在这件事情上，在 TikTok 这件事情上，川普总统到底能够有什么样的选项我们总结一下川普总统没有说他怎么去禁止这个 TikTok 川普总统的这个说法其实有很多变化那么他说他星期五在空军1号上面跟这个白宫的记者讲，他说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做到这一点。我们总结了一下川普总统有3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动用什么呢？动用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叫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这个法律是赋予美国总统一个行政权利，阻止某些外国产品进入美国的市场。这是第一个，就是他能够动用这个权利来处置 TikTok 这是第一个选项，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选项。第二个选项，对 TikTok 的母公司就是字节跳动进行制裁，财政部的制裁如果对他进行制裁的话， TikTok 毫无疑问他是没办法在美国市场上待的。这是第二个，这个有点过为什么？因为字节跳动你没有具体的罪名，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去制裁他，有什么理由就是所以你说他有可能泄露，但是你有没有说明他是不是已经泄露？所以这个行动我估计是不会发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 TikTok 的这个诞生是 TikTok 的前身就是 Musical.ly 这手机 APP 它的前身是北京字节跳动收购了这家美国公司，把它改造成 TikTok 就是变成了抖音国际版。那么
川普总统可以，现在他是把这件事情放到投审会上去审查，当然他可以通过这投审会宣布这场交易是非法的或者是违规的然后呢，让 TikTok 这个交易不成功，就是那 TikTok 只能够从母公司剥离这是3个方法那么但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美国总统的权力是非常大的不是没有权力。很多人觉得美国总统没那么大权力，对华尔街一点办法都没有，华尔街操控了美国总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是中国教科书的误导中国教科书的误导。好，这是 Q4。我们对这个 TikTok 的母公司到底了解多少？我们之前做过这个内容，但是我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还有很多网友是不了解Q4，我们对 TikTok 的母公司了解多少那么 TikTok 母公司叫北京字节跳动，是一家私营企业总部设在北京那么它最重要的2个产品，一个产品叫今日头条，第2个产品叫这个抖音抖音是短视频今日头条是个新闻网站这个新闻网站先有新闻网站今日头条，才有抖音。但是这两个产品的背后都是源于一个技术，什么技术？就是人工智能。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来分析用户的习惯，进行内容推送。它其实这2个产品的背后的产品逻辑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一个是跑的是新闻，一个是跑的短视频。他没有走视频的路线，他没有走这个 YouTube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路线，他走的是短视频，那就非常的成功。他在中国基本上是短视频的 No.1。那么中国这个字节跳动有很多的投资方，包括 KKR， 包括这个软银，包括这个 General Atlantic， 就是泛大西洋资本等等，有很多美国的投资者那么作为一家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那么有几点大家要知道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北京字节跳动这家公司，了解 TikTok 这家公司。为什么？因为它是它的母公司，它受它控制虽然这个 TikTok 一直说我是一家美国公司我的 CEO 是美国人，我很多管理层都美国人，很多我准备在美国。我现在在美国有1000多雇员，现在准备雇1万多雇员，但是他的母公司是中国的公司，也就是他的大脑是中国公司。那么我们就看大脑是什么，关键是大脑因为随时可以改变的那么北京字节跳动有几个事实，我们就讲简单事实，不讲太多的口号第一，字节跳动是有党委有党支部，有党组织生活的党是哪个党？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它是有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和党委的，这是第一条。第2条，字节跳动受网信办和中宣部的控制就是什么叫控制？就是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让你说什么就不能说，让你怎么调控这个内容就怎么调控内容，因为它是人工智能，它是有推送功能的，让你推什么就推什么，让你删掉什么就删掉什么，所以这就是让你停止什么用户就停止什么用户，所以它是被网信办跟中宣部控制。所以我讲控制，并不是说他跑到这儿来办公，是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叫控制。这是第2第3，字节跳动和武警、公安、国安等政府部当然还有军方有各种级别的合作这是公开报道，我看到的全部都是公开报道，我没有一一列举，大家自己可以去搜网上全是公开的我没有不冤枉他这是第3。第4，在字节跳动这家公司里面，
最大的一个团队是哪个团队？最大的团队就是内容检查团队，就是内容过滤团队啊，有多少人？大家猜一下有多少人啊？超过就是万人级别的团队啊，所以他配合网信办、中宣部进行舆论控制，这是第四。第五，根据中国国安法、国家安全法，字节跳动会给中国政府提供，向中国政府提供任何中国政府需要的资料，配合他们做任何调查行动啊，否则这家公司就会失去它的经营权和它所有的财产。这就是五点，五点基本事实，就是虽然TikTok 在美国做很多的 lobby 啊，就是叫什么叫这个lobby 叫怎么说啊？我一下子脑子里一下子短了，就是做公关活动，做很多的公关活动，游说啊，做很多的游说。向美国的这个立法机构、行政部门、行业投资者解释说，我是一家美国公司，我不会受中国政府的控制。但是大家知道 ，TikTok 的母公司是北京字节跳动。北京字节跳动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因为它是它的直属公司，它控制这家美国公司。虽然它用美国的 CEO， 但那是给大家看的。真正的实质本质是北京字节跳动，除非这家公司不控制这家公司。这是发生在北京字节跳动身上的事情。同时大家要知道，发生在北京字节跳动身上的事情，同时也发生在谁身上？发生在腾讯身上，发生在阿里巴巴身上，发生在百度身上，发生在京东身上，发生在所有的中国你听到过的、明白的，就是你听说的公司，基本上上市的这些大型的互联网公司，都跟它一模一样，没有区别。为什么？如果不这样，你就在中国活不下去。中国政府不会让你不这样存在，所以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就是被中国政府控制的。中国政府不会允许一个不受它控制的公司在中国存在这是第四点。第五点 ，TikTok 目前的交易进展怎么样那么字节跳动的 CEO 叫张一鸣张一鸣发了一个内部信内部信其实叫内部信，其实就是公开信，因为没有内部信会不公开的就是他承认就是美国业务面临强拆甚至完全封禁的风险。他说他不愿意放弃 TikTok 的美国业务张一鸣还说，他说正在和一家科技公司就合作方案做初步讨论，以确保 TikTok 能够继续服务美国用户这是张一鸣的表达。然后这个微软8月2号发表声明说，微软和字节跳动正在进行收购谈判，那么谈判结束时间是9月15号。微软方面的大股东微软方面是由大股东这个比尔盖茨牵线双方已经签订了初步的意向书微软在声明中说初步达成的意向是什么呢？是TikTok 向微软出售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业务，然后由这个微软运营。微软确保 TikTok 美国用户的所有个人数据都转移并保留在美国。然后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川普总统有几次想法的改变最早他是想关掉它，然后呢就后来又说这个要收购，后来收购又说要关掉它，现在的最新的说法是他给这个交易双方45天，就给这个北京字节跳动45天时间，你45天谈判把 TikTok 卖掉现在的方案是这个方案，就让这个字节跳动把
美国的业务卖掉，那我就允许它继续存在，但是时间是45天，超过45天，如果你还没达成交易，我就关掉它了。那么为什么川普总统会改变主意啊？这里面有一个，这是 Q6 啊 ，Q6，川普总统改变主意，他因为川普总统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在 TikTok 这件事情上，第一个，毫无疑问 ，TikTok 对川普总统来说是个威胁，因为 TikTok 有能力影响美国大选。美国的选情啊，不说影响美国大选，影响美国选情，因为它在年轻人当中的影响力非常大，而它又是人工智能的大数据跟人工智能结合的产品，它可以推送内容。如果它推送某一些特殊的内容的话，那会影响大家的看法，所以对川普总统来说是非常有威胁的一个东西。所以，而且 TikTok 正好是在年轻人当中传播啊，这正是这个川普总统的一个短板，所以无论如何，川普总统都会阻止这件事情发生，所以他不会允许 TikTok 还在北京字节跳动的控制之下，这是第一头啊。但是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开始就说要关掉 TikTok 的原因就在这里。但是这里面有另外一个反作用，如果川普总统宣布真的关掉了 TikTok， 他会直接就得罪了这些 TikTok 的用户。你想一下，我在 TikTok 上面有200个视频，然后我的朋友都在上面给我点赞，我很爽，我用的很过瘾。结果你把它关掉了，你是不是得罪我了？是得罪了啊。所以呢，如果他这样子做的话呢，他会得罪他。那么，所以如果他想关掉他又会得罪这个客户啊，这个年轻人，他不关掉他又觉得受到威胁，因为中国如果不喜欢他不被捏在中国手里了吗？所以呢，最后的妥协的方案就是让一家美国公司来收购 TikTok 啊，让美国公司收购 TikTok 是一个折中方案啊，这里面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那收购这家公司的人，收购 TikTok 的公司，不就对川普总统又有威胁了吗？所以其实对于川普总统来说，这是个没办法的方案，因为如果我关掉的话，又得罪了美国用户；他不关掉，他又捏着北京，那我两害相权取其轻，那还是让微软收购吧。那么对于微软来说，他收购这个 TikTok 有什么好处啊？他为什么要去趟这份浑水？因为微软已经离开这个互联网的这个行业已经越来越远了。大家看到没有？就是说，手机互联网的兴起，实际上就是微软离开大家视线的开始啊。那么对于微软来说，这么叱咤风云这几十年。现在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微软真的是追不上了，一直在使劲追都追不上，怎么追都追不上。那么 TikTok 给他一个机会啊，你想 TikTok 有多少用户？在美国它有1亿用户，1亿用户是什么？美国有多少人口？小1半人口啊，小1半人口，他一下子抓到这个产品，那怎么得了？对于微软来说，那真的是愿意，那是求之不得的产品。而且能够接触到年轻人，所以对微软来说这机不可失。那么当然对抖音来说，对这个字节跳动呢，他当然不愿意放弃，这是没有疑问。但是问题是，你看白宫的这个态度，对北京字节跳动来说，那是没有办法抵抗。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但是等于是什么？等于就是微软又捏住了一个对川普有杀伤力的武器啊。那么这是 Q6 啊 ，Q7 呢？这个问题是美国对中国手机 APP 到底什么态度？之前呢，关于手机 APP 的这个议题炒得非常的热啊，炒得非常的热。我们专门有一个这个视频讲这个议题的，但是后来又没有下文了。所以我之前有一个视频批评啊川普总统的
这个政策的原因就是，你经常看到很多的议题，哗一下炒得很热，然后没有下文了啊，然后没有下文，然后炒得很热，香港议题一下炒得很热，然后到现在，这个你看这个香港特区政府把立法会选举推迟1年时间，到了昨天，蓬佩奥国务卿蓬佩奥才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谴责这件事情，没有任何行动。所以你看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最近一段时间你看到的都是这个情况，包括这个手机 APP， 之前炒得很热，然后没下文。然后呢，这个国务卿蓬佩奥8月2号说川普总统很快会对中国手机 APP 采取行动，原因是因为这些企业直接将数据提供给中国政府对这个行为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个理由就讲了10000遍，但这个10000遍的理由讲了这么久，没有行动，没有任何行动。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有2点我们必须明白。第一点，针对中国手机 APP 的这个行动肯定是有战略意义的行动，这件行动很重要，影响非常深远我们之前大家可以往前翻一下我们之前节目讲过专门分析过这件事情。美国要和中国脱钩，首先要从哪里开始？手机 APP 开始。手机 APP 不切断，美国和中国的脱钩就脱不了只有切断中国手机 APP， 中美脱钩上来就完成40%这件事情非常具有战略价值。但是白宫在第二个，白宫在这件事情上又在反复，又在徘徊，就是其实我很不理解我非常不理解，就是白宫在中国政策上的反复徘徊，因为在这些政策其实很清晰、很明白、很明了，也讨论得非常彻底，每一个议题我们都讨论得非常彻底，我不相信白宫会不清楚所以为什么他们不断的在反复我们静观其变吧，好不好这里面有一点我想特别指出来，就是说对于白宫，对于川普总统在中国政策上的一系列的摇摆，然后雷声大雨点小，这个行动它有背后的一些原因我不知道，我也猜不透，老实讲我猜不透。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更奇怪，什么奇怪？奇怪在哪里？我们有个结论，我的结论是什么？就是川普总统在中国政策方面摇摆不定就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我没看懂的地方，这是一个结论但是针对这个现象，有2个现象也非常的奇怪，这2个现象我也是看不透我也得跟你讲出来，大家分析分析我们互动环节网友可以给我一些分析，看看你们的意见是什么。第一个，川普现在最大的敌人是谁？拜登另外一个总统候选人拜登，就是这2个是一个对手，他们2个想尽一切办法攻击对方。你想一下我们很清楚现在的民意是什么民意很清楚，我们之前有调查民意调查包括这个议会国会就是这个众议院也好，参议院也好，在中国议题上面都热火朝天，各种议案每天都在发生各种议案，就是针对中国的议案。所以中国议题你可以看到，在媒体也好，在国会也好，民意调查也好，都很清晰反映出来的方向很清晰。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川普的所有的敌人都没有攻击川普在中国议题上的摇摆不定或者是反复。第一个是谁？第一个就是拜登。拜登没有攻击川普总统在中国议题上的反复和雷声大雨点小，完全没攻击，这是奇怪吗？如果中国议题对美国选民很重要，或者是对美国政坛很重要，
理论上来说，对于拜登来说，没有其他的选项，就是在这议题上攻击他，而且川普总统根本没办法反击。但是川普没有，拜登没有攻击川普总统这方面的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民主党恨川普，恨到什么地步？恨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但是你可以看到，无论是佩洛西民主党众议院的这个领袖啊，佩洛西也好，还是哎呀，我都忘记怎么说了，就是民主党在众议院、参议院的领袖几乎都没有攻击过川普在中国议题上的政策，没有，也没有攻击过川普总统的这个中国政策，很少，我就基本上我没看到，这是第二个奇怪的地方。第三个，谁最恨川普总统？除了拜登，除了佩洛西，还有一个是谁？美国媒体。美国的媒体也很奇怪，美国的媒体骂川普总统，什么都骂，什么都攻击，但是只有在中国议题上不攻击川普总统，这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想起来的是什么吗？我脑子里想起来的是就是二战之前的这个叫西线无战事，西线安静到就是大家可以在那里打边炉、打这个烧烤、跳舞都行，就西线无战事。我就觉得整个的战线上没有，就是整个的在和中国的对垒的战线上完全没有声音，从白宫没有声音，到美国国会不断的在推出各种各样的法案，各种针对中国的法案，但是没有意义。你针对中国的法案出来，你必须行政部门执行，行政部门只是说两句，没有下文。然后是美国的媒体，也没有向川普总统开炮，就说川普总统你是为什么啥都没说。然后还有整个中文自媒体都没有人讨论为什么川普总统一件事情讲完之后就讲完了，就没有行动，好像就是我在说，然后把很多这个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就认为我是反川普总统。这个事情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奇怪，非常的诡异啊？我就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诡异，我在这里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啊，他给大家讨论讨论好吗？啊，这是 Q7 Q8 第8个。我在这个推特上面看到很多中国的推友大骂美国人傻，为什么美国人傻？说美国人花500亿美元去买这个 TikTok， 那是让这个北京字节又生产另外一个抖音啊，拿那么多钱，大骂美国人傻。美国人傻，他们变成世界第1强国嘛？大家一定要明白啊，美国人绝对不傻，美国人比中国人聪明多了，才会让美国变成这么强大的国家。美国人一点都不傻，中国人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聪明啊。好，我们来谈谈抖音啊，抖音下面的这个 TikTok 到底值不值500亿美元？只要啊，在市场的规则是什么？市场的原则就是有人愿意付这个价钱，这个东西才值这么多钱。你叫1000亿、叫5亿、叫1亿也好，叫多少钱也好，没有人愿意掏钱，你叫的价格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价格是什么价格？就是成交价，成交价才就有意义，这是第一条。所以在推特上骂这个美国人傻，首先是不了解市场原则，这第一条。第二条，掏钱的那个人可不是政府来的钱，微软兜里的钱可不是政府来的钱，
那都是公司自己的钱，你从他们那掏1分钱都不容易。你想一下，谁在守住他的钱包？守住微软钱包的人，那都是顶尖的人才，他不会多给1分钱的，他能给100块钱，他不会给101块钱，就这个道理。这是第2条，就是帮他们守那个钱的。第3条，大家要明白 ，TikTok 在美国市场，它有1亿用户，1亿用户什么概念？就是在细分短视频这个细分市场，它是 number one， 它是 number one，number one 跟 number two 差别不是差10倍的问题，可能差100倍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值不值500亿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微软掏500亿，肯定有它的道理。肯定它的道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500亿也罢，5000亿也罢，他拿出这个价格，肯定有他的理由，好吧？好，我们今天的议题就谈这么多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我希望大家能够回答我的问题，帮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关注白宫的这个中国政策的这个特征？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喊了半天，最后归于平静，为什么会是这样？好不好？好，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就请大家不要聊天，我们集中情况、问题、观点，好吗 ？OK。好，我们明谢一下明谢984 degree， 谢谢。Good evening, buy you an Indian Nimbu Pani，OK，谢谢。傅柏，谢谢。Simon 高，谢谢。王老师，今天发现你最近健身有很大的效果，人明显瘦了不少。是的，我是坚持锻炼我觉得大家，我提议大家每天拿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锻炼，不是说你可以通过锻炼是瘦掉什么。我其实我的锻炼目标并不是减肥我锻炼目标是让我们的身体活动起来运行起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每天锻炼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法商冲，谢谢Albert 胡，谢谢，非常高兴听到有一位跟我对笑有同样看法。OK，Sophie 蒙，谢谢观点 ，TikTok 这类软件除了可能泄露个人资料，另外就是言论审查，这其实跟新闻是一样的。TikTok 是一个洗脑软件，抖音是一个祸国殃民的软件。在 TikTok 这个问题上，美国这才醒悟到自己的后院早已经被人占领斗争思维观点 TikTok 第一个被开刀的主要原因还是海外用户量和影响力远大于微信，微信基本上限于华人用户，影响力远远小于 TikTok 是这样的观点。新闻说准备叫微软500亿收购，这看不懂这个昏招，这好比打一拳给 CCP 送钱。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你当然你可以抢那么你就变成共产党了嘛，是不是？不可以抢嘛，要花钱的嘛，花钱值不值得花？你觉得微软会傻吗？你觉得呢？所以这个问题大家要想清楚观点：垃圾 APP 疯就一个字，还花钱买，脑子有水，这就是很典型的那个想法了。观点 ：TikTok 一年利润10亿美元，给美国股东赚足了钱，怎么可能直接封掉？观点：1亿美国人使用 TT 前期的市场推广，是不是共产党资金推动的？有潜在的目的吧？观点：1亿用户对我国 APP 这种用户的数量向来是不信的，水分太大。为什么会有一票人跑到这来否定这个交易呢？为什么要否定这个交易呢？它首先是个交易，大家要明白，
你在美国，你不能把别人的公司抢掉，对吧？这不是中国，中国可以直接接管，但在美国不可以。美国的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一个基石是什么？美国的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一个基石就是产权制度。产权制度就是保障你的私人财产不被侵犯，这是第一个条。这个私人财产不仅讲的是你个人，任何人，包括共产党的财产，你也不可以随便没收它，除非他违反法律，这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你要去收购 TikTok， 你只能花钱买，而且你只能花他愿意接受的价格去买。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连续有几个网友都觉得傻瓜呢？如果美国违反了这个规则，那就直接把美国的基石给铲除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你说啊，我们就搞一次，嘿嘿，能搞一次就能搞第二次。制度是什么？制度就无一例外才叫制度，有例外的那不叫制度，那叫中共，理解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定要想清楚，有没有1亿用户，你自己去争论去，你不要质疑。我们在这里讨论问题，如果你有疑问，你可以提出来；如果你质疑，你要有依据，好吧？我们一定要有讨论的原则，行吗？提问：美国和印度都下手掐死抖音，抖音半壁江山就完了，为何印度动手而川普还在犹豫？我也在问这个问题啊。提问：为什么川普不以对等原则去封锁中国的社交软件，用美国的自由打败美国？对等就是禁止中国的 APP， 非常正确。为什么？我也是这个问题。观点：美国真是傻白甜，两国不对等开放市场，我也是这个问题啊，这都是我的问题，问得很好。美国根本就应该封锁所有的中国的网站，美国根本就应该对等，你封锁我的网站，我就把你所有的网站全封掉；你封锁我的 APP， 我就封锁你所有的 APP， 一样的对等。不对等是什么？那不叫傻白甜了，我觉得他不是傻了，他是美国一点也不傻，他不做肯定有背后的原因的啊！不要说美国人傻，为什么？因为中国人一点都不聪明，中国人那点小机灵劲儿，把中国变成这个样子，有什么好聪明的？观点：我觉得微软准备收购 TT 完全没有体现美国应有的精神。现在不是谈钱的时候，而谈美国生死存亡。以后中国共产党要入侵美国，先从精神层面开始。比尔盖茨只是北京的掮客。如果你要么封掉它，这没问题，你可以封掉它。但是如果你要让它继续运营，你必须收购它，这就是基本原则。你说我把它抢过来，接管它，然后让我的公司，美国的公司去接管它，免费或者是花很少的钱，那不行，这违反美国的基本的精神，叫产权制度，这对美国的立国精神是有问题的，是一个损害，不值得。500亿算什么？美国的基业是建立在产权制度上的，不能这么说啊。你直接封它没问题，你说我们对等，你封我的 APP， 我就封你的 APP， 这个没问题啊，这个没问题啊。这是一码是一码，我们要讲清楚啊，做事情一定要有原则啊。观点：白宫政策徘徊不出奇吧？每种利益都有自己在白宫都有游说团，这种政策在这里不是博弈过程才能出来的吗？对呀，博弈你得有意啊，你有结果啊，你不能一直在博弈啊，博到明年，博到后年，那你要政策干什么？政策是为了推出的，不是在博弈的嘛，是不是？观点：美国是自由市场，对商业政府不愿意干扰太多，所以在进 APP 上政府有顾虑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些人的观点都是这样的嘞？川普又是商人，又不想伤害商业市场，不靠谱啊，不靠谱。情况：朋友在字节跳动当工程师，最近常转反美的文章在朋友圈。TikTok 干扰川普选举，抖音在国内控评李文亮，难道我朋友不知道
他自己在助纣为虐吗？很遗憾的看到，朋友辈纷纷到了而立之年，凡是混得像个样的，都和 CCP 紧密连接在一起。无论是公务员、老师、医生、事业单位，还是网络工程师、车辆工程师，全部变成了 CCP 的人。是这个体制造成的吗？非常正确啊，非常清晰的画面。所以很多时候大家要明白，中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就是他把资源全部抓到自己手里。他把资源全部抓到自己手里。我们讲市场经济要让市场去控制资源，市场资源，那么市场去进行调控。市场是什么？市场的主体就是公司企业，让企业去成为这些市场资源的主体啊，控制啊。但是中国就把这种资源全部抓到自己手里。为什么要这么做？原因两个，第一个，所有人都会围着政府转，对吧？啊，就所有，它就变成了一个，它没有其他的凝聚力，它的价值观没有凝聚力，它什么都没有凝聚力，他说的人也没有信。但是有一样东西有凝聚力，就是利益。他用利益变成吸引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就吸附在他身上。所以你可以看，在中国社会里面，混得稍微好一点的，都是吸附在 CCP 身上的这些人，所谓的精英阶层，大概就是这样。这是中国的现实啊。观点还没到选举关键时刻，现在出手效果没临近时候好。观点：美国疫情、种族问题、经济问题、大选、中国问题能排到第5吧？尽量的把中国议题淡化呢，我可以理解啊，我可以理解。但是啊，毫无疑问，川普总统在疫情问题上，他有很好的 position 吗？没有吧？种族问题的议题上，他有很好的 position 吗？没有吧？在经济议题上面，他有很好的 position 吗？没有吧？失业率这么高，对吗？所以你看，我们讲，对于川普总统来说，疫情没办法说，种族问题也没办法说，经济问题也没办法说，他能说什么？他只能说中国议题啊，排第5。对川普总统来说，排第1，好吗？如果你了解竞选的基本的常识的话，你知道，对于川普总统，其实他选的选项并不多啊。观点：王先生说的我的心坎上，我这段时间一直疑惑，现在形势确实非常诡异，事出反常必有妖啊，背后的水很深啊，大家分析揭露一下。水有多深？我觉得水也没多深，只是我们没有看到，啊。情况：今天大陆官宣提示：一、关于中储粮赵州库禁止外来人员携带手机入内一事，不许报道。二、关于吉林省人大常委、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原副部长、现代国学名学创始人龚克，不许报道。第三，关于平安京，不许报道。OK， 这都是他们痒痒的地方啊。观点：个人认为 TikTok 肯定不会被禁，因为关联太大，跟抖音一样，基本上在美国人已经人人都装的 APP， 特别是年轻人。美国人在 TikTok 上发起话题，主要是拯救 TikTok， 其浏览总量昨天已经达到7亿多次。这些人很多都是手里握着选票，如果川普真进，这次选举必败。观点：中共通过 TikTok 威胁的不仅仅是川普，更是威胁到美国政治环境的安全和影响到部分民意。从这一点来说，为了美国的安全，川普总统哪怕是得罪选民，也应该制裁 TikTok。观点：中共已经全面渗透美国社会，不论川普怎么处理 TikTok 都会影响选情。封掉 TikTok， 川普流失年轻人选票，不封就会遭受浑水摸鱼。美国再不壮士断臂，彻底切割，就会被中共的化骨绵掌摧毁于无形。情况：作为 TikTok 员工，从内部数据看，
500亿美金跟抢劫没有区别。TikTok 是会下金蛋的鸡，从利益的角度，公司根本不希望卖，对啊，当然不会卖啊，你后面会变成多少，对吗？抖音如果它TikTok 如果越做越大，它哪止500亿美金啊？观点禁了抖音、微信 APP 其实是救了海外华人，对美国人的影响反而没那么大，因为中共洗脑的对象始终是华人，真正洗脑美国的是俄罗斯，他们对美国的了解比洗脑的五毛深得多。写什么样的文章，制造怎样的新闻能够洗脑美国人，他们一清二楚，非常正确。所以对俄罗斯来说，对于美国来说，对美国大选来说，真正的感觉到受威胁的是俄罗斯。观点：1亿用户就是1亿选票，这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有利有弊。观点：虽然有模仿的成分，但微信、美团、淘宝、京东、字节跳动这些互联网公司确实是做出了很多优秀的移动产品。本来呢是一个中国软实力的出口，让华人天涯若比邻的平台，但是中国政府这种对内往死里管、对外霸气怒怂的集权思想，短期断了这些互联网公司国际化之路，长远而言也会让大批公司失去创新能力，真是一手好牌，自毁长城。观点：所谓华尔街影响白宫是外行的看法，在美国政治是政治，金钱是金钱，两边术业有专攻，你想舞弊营私，一天都干不满就得下台。经常当然他没办法想象一个民主社会的政治运行，他只能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推断，所以当然里面大部分是干什么？大部分是洗脑，主要是洗脑目标主要是洗脑。观点：如果非要解释这个问题的话，只能有一种可能，一是其实美国公民并没有深切感受到切肤之痛，二是资本还在和强国勾兑，因为不管是两党还是媒体，说到底是受资本的控制。勾兑现在还勾兑啊？我觉得现在勾兑，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是在在寻找怎么样脱身。为什么？你现在还去勾兑，风险太大了吧？万一翻了船怎么办？在中共那条船上，你可以获利，这个没有疑问啊。以前可以获利，没有疑问。但是有句话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要知道，如果你获利是10%的利润，不错了吧？你20%的利润挺好吧？但是如果你全损，一招本金都损失掉，那你的10%、20%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所以对于投资来说，政治风险就是系数。如果前面是0，你后面是10000都是0，因为系数全是系数。所以对于资本来说，政治风险是最大的风险。一发现这里有风险，马上就要撤，马上就要脱身。所以你可以看大家可以看风气的变化。美国上个星期，这个美国议会把4家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找来开听证会，是什么？这就是风向。什么风向？敲打，告诉他们风向变了，你们要跟着变。所以大家要知道，跟政治其实无论是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这些商人都不会碰政治。为什么？对于商人来说，政治是风险，因为你不小心你会翻船，你翻船的后果，那损失不是一点钱，那你的利益就非常的大。为什么？他在国会问他话的那些人后面站着谁？后面站着全是选民，他们是代表选民来问你话的，他来制定政策，你想想后果是什么？所以这些企业是不会跟政治潮流对着干的，还勾兑。我不觉得现在美国有公司还敢去跟中国勾兑，他只是有些东西没有办法那么快的脱身，他慢慢有些东西得慢慢的撤，
他不会那么快撤的啊，就不是那么，他没有办法那么快撤。你比如说苹果它能那么快撤吗？但是你说撤不了吗？不是的，你看 Cisco 不就撤了吗？那没办法，那就撤呗。你看看那个亚马逊不就撤了吗？不都撤了吗？都在撤呀，也在撤啊。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够老用中国的这种逻辑来分析美国的事情啊。观点，我觉得媒体和普通民众不关心中国议题，观察各种记者发布会都是问总统为啥戴口罩、取消党代会、推迟大选之类的问题，偶尔有一两个跟中国有关的议题，还是印度记者问的。是的，为什么？观点，川普对华政策为什么没人攻击？个人认为还是预期差异。王老师预期远大于白宫对中的政策，不是我预期啊，是他自己讲的呀，是川普总统自己讲的话呀，是蓬佩奥自己讲的话，不是我预期什么，我没有预期，我所有的判断都基于事实啊，是蓬佩奥国务卿蓬佩奥的一系列的发言，是白宫的主要的高官的发言，白宫幕僚发言，包括川普总统自己的发言，他自己的发言，你可以看，打开看一下，他怎么讲中国威胁的，对吗？你想一下，我们不说别的，就说一点，疫情，川普总统张嘴就说这件事情来自中国，中国有责任。美国死了多少人？美国死了15万人呐，疫情死了15万人，美国人是白死的嘛？这个不是我在说我对白宫的中国政策有多高的预期，是他们自己把这预期提起来，结果后面他自己又没有下文了，这不是我的问题，是他的问题啊，好吧？观点，反对中共现在在美国是一种政治正确，有两方面的意义，在民意基础上，谁反共越强硬，谁就能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另一方面，政治正确有一个特点，只要喊得凶，嗓门大就好了。若是采取具体的制裁行动，往往意味着短期美国总有一些利益团体受到损害，那提出的人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所以从利益的角度来说，雷声大雨点小是一个较好的实用主义的选择。OK， 观点，左派媒体和民主党候选人不攻击川普对中国行动迟缓，是否本意就是不希望川普行动？这是观点还是问题？你这明明是观点，明明是问题好吗？观点，微软是民主党一边的，控制 TikTok 可以控制年轻用户，培养选民。盖茨背后绝对有政界人士支持，所以川普禁抖音会失去一部分年轻用户的好感，收购又有利于民主党。提问，中共操控微博上讨伐张一鸣背后有什么逻辑？背后逻辑很简单啊，这个时候跟张一鸣划清界限，让他过关呐，就是在微博上攻击，就这个时候去攻击张一鸣，是和中共和他划清界限的一种做法，对吗？提问，胡锡进说，中国驻美国记者签证8月6号到期，目前没有一人获得延期手续，王舍怎么看待此事？8月6号，今天几号？今天3号，现在全部赶走吗？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也许8月6号就全部都给了呢，不知道啊。观点，美国大众更关心的是自家的饭桌和后院，那些有远见的精英在中国都有利益，雷声大是制造气氛，真要下雨取决于很多因素。不过云多了，雨是一定会下来的。我的观点是，变化一定会有的，需要时间，很长的时间。我们每个人尽量把自己放在正确的方向上，每天力所能及的做，哪怕是一点点事，可是我们的梦想就慢慢的实现了。我觉得如果美国的大众只关心自家的饭桌和后院的话，美国不会有今天啊。美国的选民一直非常非常智慧的选择了美国需要的总统，但是所以如果美国人只关心自家的饭桌和后院的话，他不会有这样的智慧。
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自己所见，以我所见到的观感，美国人是最政治化的人群，国民，他们不只是关心饭桌和后院美国人远比中国人要更关心政治，或者是更加政治化。大家不要一说到政治正确就觉得那是个负面词汇，不对政治正确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人是没有政治正确的，因为他连普世价值观都没有。政治正确是什么？政治正确就是普世价值观。那当然在有些事情上不必上纲上线，这是一个常识。但是保持政治正确，在普世价值观的基础上不退让，这并没有错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上纲上线？也不未必。所以政治正确变成一个负面的词汇，往往是什么？往往是中国人说出来的中国人是最反对政治正确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澄清2点。第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中国人需要政治正确。中国人先把政治正确搞明白，去实施再说，不要去跟其他人讲。其他人讲政治正确，批评政治正确，有他的道理，但是中国人，你还是先保持政治正确吧。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美国人其实是很政治化的，美国人是我见到最政治化的人群，那比中国人政治化的多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不同意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情况，我在墙内高校读研究生，昨天班群里发消息说，各班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及会议内容，还要写一篇心得，拍摄学习时的照片观点，国内 APP 都有监控，多年前在京东买的大疆无人机，一开两会，警察就打电话问无人机去向，一连几年都快疯了，可见用户数据都在报告给 CCP 监控。是的。观点，司法部长和国务卿的演讲都条理清晰，逻辑清楚，你再听听决策者川普的演讲，听完都想踹他能做什么清晰的决策？连防疫都弄成这个样子，又让别人注射消毒液，又说夏天病毒会神奇消失。川普跟习近平一样弱智。川普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我不觉得他弱智。我也不希望你这样攻击一个美国总统。美国总统会有他的失误他有他的盲区。但是他也会说错话这个我觉得没问题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他的行为是不是反映了美国的利益这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的政策对不对第三，他的战略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这3个问题看清楚了，我们再来评价川普总统我不希望呢，我们用某一些点来攻击川普总统，这是不对的为什么？那些点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利益情况，谢谢王老师，从你那里学到很多。老师的问题无法回答，但是提供自己工作相关的信息。最近亚洲的股票市场，根据前辈的说法，都脱离了技术线型，看起来怪怪的。哎呀，好多好了，还有几个，马上就完了民主国家的政治特点就是在野党唯一的目标就是把现任国家领导人拉下马，让自己的党上去，具体是谁上去都无所谓。但是如果这个领导人没有自己明显的政策纲领，忽左忽右，摇摆不定，那么他肯定会失去民心，因为原来不投票给你的，下次选举还是不会投票给你，上次已经投票给你的，看你一天一个说法也会弃你而去提问，老师怎么看待最近黄金白银的暴涨？后续有可能持续上涨吗？还是新一轮割韭菜呢？我不知道，因为我最近没有看黄金白银观点，文明国家做任何事情都按规则来，国人思维很难理解的。我们的斗争思维是对待敌人像寒冬一样残酷，各种流氓痞子手段都嫌不够用
情况，字节跳动的党委书记、副总裁张辅平，在他15年以前还是京华时报的副总编辑，在15年跳槽到字节跳动，任旗下今日头条的总编辑。他在京华时报的时期提出，国有报刊媒体跟互联网之间不能简单形式上的融合，而是全方位的融合主张。OK， 观点。至于民主党为什么对川普对华政策反对声寥寥，我是这么看的。首先，在大选之前，目前川普作为行政当局具有更容易受益的位置，因为他每一次出台对华强硬政策后，都容易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只主导了众议院的民主党仅能通过提议法案来显示对华强硬的态度，而且主导参议院的共和党也能从民意中分一杯羹。所以我认为这是民主党没有过多对川普对华评头论足的一个重要利益原因。 OK， 北京时间8月3号，网部美国驻华大使馆正在走清理拍卖财物，消息引发外界对中美关系面临脱钩风险的揣测。上述拍卖定于8月4号位于北京顺义区的美国使馆仓库进行，拍卖物品包括家具、电器、电脑等物品。中美断交趋势越来越明显。老实说，这些翻跟斗、扭腰的动作，我都不信了。现在我都不相信了，就是他们做了很多这一类的，包括蓬佩奥总统的各种宣誓、各种政策宣誓，川普总统的各种政策宣誓，包括他各个幕僚出来讲，说我们很快就有政策出来了，我都不信，我得等政策出来我再评。这些政策我都不相信，这些信息我都不信了。我必须看到它实实在在的有政策出来，包括什么限制限制这个签证啊，这些啊，我都不信。我只看到我要踏踏实实的看到一个政策摆在我们大家面前，我再来相信它啊！我只能观其言，听其言，观其行了。现在我都不相信了，我要等它政策出来再说，好吗？OK。明谢阿雅，好吗 ？OK， 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